真的惊呆了，花菊竟然开口说话了。前几天姐妹俩互抓的时候，花花就曾字正腔圆地喊出程和叶3个字。原来以为这只是巧合，没想到她还能清晰地喊出果赖2个字。这天姐妹俩又在打闹，叶子在上面压着花花抓，花花在下面嘤嘤叫。一旁的爷爷担心姐妹俩会误伤彼此，就把荷叶喊到一边。谁竟想花菊竟然在一边幸灾乐祸地模仿，还一边叫一边打滚，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。其实花花能简单说2句的事儿早就有迹可循，之前他就曾在内设清楚地喊出爷爷2字。自从给花菊分配了玻璃房，她肉眼可见活泼很多，可见她真的很喜欢这个玻璃房。而且之前都没发现花菊的武力值其实还挺强，和妹妹打闹互抓，基本上能有来有回打个5-5开，很多时候甚至还能占上风。当然也可能是叶子会让着姐姐，但是明明是花菊趴在叶子身上压着叶子，她还在一直不停的嘤嘤叫，这样爷爷就会误以为是叶子打了她，搞不好花菊个子长不高，就是心眼太多压的了。花菊从小不爱午睡的习惯到现在还保留着，人家叶子在一边呼呼大睡，花菊在那秀着自己的大长腿，一只小手挠着痒打着节拍，另一个手当话筒练习小猫说唱。最近好像流行小猫说唱，我一脸懵逼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我在说唱界就好像妙妙皇上，隐藏的实力会让你难以想象。大连14岁的黄金单身汉金城虎也会模仿奶妈说话。有一次飞云在外场下班也喊不回家，奶妈让金虎喊飞云，金虎还真的能很清楚地喊出飞云的名字。你喊飞云。金虎的大侄女初心也是一个小话痨，她不仅能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她还能喊出好闺蜜的名字。把暮云喊回来吧。而且初心特别听奶妈的话，不管奶妈说什么都会有回应，真的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可爱宝贝。前这位正在享受刀削面服务的小家伙叫程石，因为是程记妈妈第10个孩子，故按谐音取名程石。程石小时候特别与众不同，是一身灰白配色，他也是同样拥有灰白配色的季憨憨的小舅舅。程石从出生就是一只特别的存在，他是2016级的老妖，出生体重却足足有204克。要知道大熊猫幼崽出生体重一般在100克出头，他的外甥女程浪出生时只有42.8克。程石从小就肉嘟嘟的，深得大家的喜欢，美奶妈也是经常抱着亲个不停，因为她灰白的毛色和胖乎乎的模样，也因此得了很多的外号，比如小灰灰、肥灰、肥肥等。而且因为程石从小表情就特别严肃，也被大家喊作老干部。因为程石出生的比较晚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和小伙伴不赶趟。别熊睡婴儿床的时候，程石在睡育幼箱，别熊出去晒太阳，他还只能睡婴儿床。最后好不容易可以和大家一起玩了，结果不是哥哥七就是姐姐打。他们这集不仅有饭霸梅兰肉帮，还有爱聊架的天线宝宝奇一，隐形战神奇果更是不好惹。但是我们小灰灰也有硬气的时候。这天奇一看到独自在树旁趴着的程石，准备上去撩闲逗逗他，结果程石一反常态，把前掌举在空中，冲着奇一大喊：“你过来呀！”把奇一吓得一激灵，然后就默默地走开了。果然老师熊爆发时威慑力也很大。小时候的程石酷爱睡觉，江湖上至今还流传着他充电2小时活动5分钟的传说。而且程石自小脑袋就长得大大的，所以经常能看到他的大脑袋被卡住。这天程石的大脑袋被卡在树杈上，极力想挣脱的表情简直萌化了，而且他的小脚丫也在使劲儿。最后把脑袋拔出来的那一刻，头套都变形了。还有另一次更惨，本来卡头已经很难受了，还被亚运司机报复，挠脸又咬嘴的。不过他们也只是打闹而已，并没有伤到对方。程石和文文的互动更搞笑，不是黏黏糊糊的贴在一起，就是决斗现场，主打一个反差。有一次亚运和文文在泡澡，结果程石硬是凑过来了，在他坐下的那一刻，水池里的水都流掉了1/3，气得文文直翻白眼。如今马上8岁的程石出落得更加帅气了，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和喜欢他。金虎真不愧是一只天生喜剧熊。这天饲养员把笋笋装在麻袋里给他，金虎吃到最后一根时，他怎么都取不出来，看得出金虎真的很着急，笋笋都快被他隔着麻袋榨汁了。此时的金虎一脸无奈地看向饲养员，内心 OS 媳妇没有，穷的就剩下一个麻袋了，还要给我整这死出，我现在吃不到怎么办？一边的饲养员告诉他要用脑子，于是金虎就把麻袋往头上一盖，双手自然垂下，坐在那里顿了几秒钟后，把麻袋从头上扒拉下来，又一脸无辜地看向饲养员说：“我刚才试了一下，脑子也吃不到怎么办？”金虎这是在给大家生动演绎，脑子是不会吃笋笋的，而且金虎能吃能拉，
他虚虚的姿势放在整个熊猫界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，真害怕他会一不小心滋到嘴里。而且奶妈说金虎一晚上就能造11公斤的青团。金虎，你这个大吃货，一天早上拉了11公斤的粪便，我都拎不动了。老光棍金虎晚上偶尔也有睡不着的时候，他失眠的时候就玩自己造的那11公斤的青团。聪聪熊就公开吐槽说，金虎把他的便便汤均匀的涂抹在了内舍的墙上和地上，以及他的喝水盆里。即便金虎那么能造，当天值班打扫圈舍的奶妈还在为孩子辩解，说金虎这是绘画天分。熊对金虎的控诉，你觉得是什么？不满意，我觉得金虎有天分，对，画天分。看金虎这埋汰样，也就那个可以一边吃一边拉，一边拉一边甩，一边甩还一边踩的画虎可以与之媲美了。而且金虎这个大吃货，喜欢妙音不喜欢飞云的原因，可能不只是飞云曾经揍过他，还因为妙音比较挑食，经常可以剩下很多笋笋，奶妈就会打包带给金虎吃。金虎每次吃的别提多开心了。当然金虎也有傲娇的时候，这天剩下的笋笋他就不吃了，奶爸拿过来询问他，大大爷带孩子们了，你还这么不会过日子呢？那别吃了，别吃了。我是有钱家的崽，我不吃生的，我不要。你看，等一会儿我给你扔了呢。去过。这一句扔掉说的老清晰了，而且他还因为说了他浪费，自己趴在轮胎上生气。后来奶妈哄了好久才把他哄好，真的好喜欢金虎这个嘤嘤怪啊！打扫卫生的临时工，到如今家喻户晓的也陪专家。穆世杰和大熊猫的情缘到底能有多传奇？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穆世杰见到了误闯村庄的大熊猫，他瞬间被眼前憨态可掬的黑白团子吸引了。后来他便放弃了外出打拼的机会，在09年到核桃坪基地应聘，成为了园区里的一名清洁工，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清理大熊猫吃剩的残竹以及粪便。就是这样的一份工作，穆世杰风雨无阻，一干就是9年的时间。2008年汶川突发8级地震，卧龙受灾严重，笼舍坍塌，大熊猫四处逃窜。曾经山清水秀的卧龙可以说是面目全非，一片狼藉。因为这9年的工作，让穆世杰对大熊猫的感情更加的无法割舍。即便他不是饲养员，他也仍然奔走在救援的一线。余震过后的进山搜救工作也非常的艰难。穆世杰凭借自己对大山的了解，和同事们一起上山寻找逃散的大熊猫。那一天下了1天的雨，然后我们挺饿的，我记得没有带什么多的这个吃的，多数背的是熊猫吃的，像这个竹笋啊、胡萝卜啊。我们饿了没有办法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吃那个给熊猫吃的胡萝卜啊。这样回来了的时候，我记得每个人身上全身是湿透了的，而且都是血迹斑斑的，全身上滴满了的那个蚂蟥。搜救工作结束后，大熊猫也都被转移到其他的地方。穆世杰本以为他和大熊猫的情缘到此结束了，没想到在他去和基地领导告别的时候，却迎来了意外的收获。穆世杰被破格录用为正式的饲养员。自此以后的10几年里，他基本都在野培工作的一线。因为经常走山路，他的膝盖出了问题。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，它的咔嚓咔嚓的响。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3年的我的膝盖，当时我是哭了。我哭的是，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，不能陪他们了。尽管他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，他还是申请回到一线工作。其实像木奶爸一样的饲养员我们有很多，即便他们很少出现在镜头前，却同样把大熊猫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珍爱。